如果有一个人在心里默默等你11年，而你却完全不知道，你会怎么想？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部普通的都市言情剧，但今天我要告诉你，《暗恋成婚》这部戏背后，申浩南和翟依莹之间发生的事，远比剧本写的更让人破防。先说说这两个人的缘分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这已经是申浩南和翟依莹的第4次合作了。从早期的短剧搭档，到如今站上大屏幕，两人的默契早就不是临时磨出来的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合作里，一点一点攒下来的。《暗恋成婚》改编自小说《登对》，讲的是翟依莹饰演的仲熙然，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被初恋无情抛弃。就在他最脆弱、最无助的时候，家族的压力又一次把他推向了另一个男人，申浩南饰演的齐思年。世人都说这不过是一场利益联姻，可没有人知道，齐思年等这一天已经等了整整11年。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，是从两人的婚后生活说起。表面上他们过着体面的夫妻生活，实际上呢，整整4年，仲熙然和齐思年之间隔着一层谁都不愿意先捅破的窗户纸。剧组内部人士透露，为了演好这段与 quote 冰婚与 quote 关系，两位演员在拍摄现场几乎不聊天不对视，把那种疏离感一点点养出来，就是为了让镜头前的每一个眼神都带着说不出口的距离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发生了，前任的纠缠回来了。仲熙然的初恋并没有真正消失，他的出现像一根刺扎进了这段本就脆弱的婚姻里。家族那边的压力也丝毫没有减少，长辈们的施压，外界的流言，几乎要把两个人重新推开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真相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细节里。仲熙然一直以为齐思年娶她只是为了完成家族的交易，直到多年后，大家才知道真相。原来在11年前，齐思年就已经悄悄记住了他的一切。他喜欢的颜色，他害怕的天气，他说过的每一句无心的话，他都一一记在心里，藏了整整11年，从未说出口。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择？是继续假装不在乎，还是像仲熙然一样，在层层误会拨开之后，终于看清那份沉默了11年的深情？有意思的是，戏里的这份与 quote 迟来的告白与 quote 和戏外两位演员的相处状态意外地重叠在了一起。同框物料一放出，网友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两个人真的是从剧里甜到剧外。镜头前的比心自然的互动让不少粉丝直呼，这哪里是在演戏，分明是在与 quote 预演与 quote 一段真感情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支持谁？是心疼仲熙然11年被蒙在鼓里的委屈，还是更心疼齐思年默默守候不敢多说一句的隐忍？故事的最后，两人终于实现了双向奔赴。那些被前任搅乱的猜忌，被家族施加的压力，被岁月藏起来的秘密，一层一层地都被时间和真心磨平了。仲熙然从最初的脆弱疏离，到后来主动去理解那份沉默的深情，完成的不只是一段感情的和解，更像是他自己终于学会了相信。说真的，这样的故事之所以能够真正打动人心，并不是因为剧情有多么跌宕起伏，也不是因为他刻意制造了多少戏剧冲突，而是因为他真实地写出了无数人藏在心底却始终不敢说出口的情感。那种深爱一个人却选择默默守护，明明日夜思念，却依然克制自己不去打扰，宁愿把所有委屈、遗憾和想念深深埋在心里，也不愿让对方因为自己而感到为难。这种沉默不是因为不够爱，而是因为爱得太深，所以才舍不得让对方承担任何压力。真正成熟的感情，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表达，而是在无数个想联系却忍住的夜晚，在一次次想挽留却选择放手的瞬间，在明知道没有结果，却依然默默祝福对方幸福的那份温柔里。很多人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，聊天框里的字删了又写，写了又删，手机拿起又放下，只因为害怕一句问候会成为对方的负担。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，并不是不重要，而是因为太重要，所以才选择沉默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样的故事才格外容易让人破防。我们感动的从来都不是故事本身，而是在故事里看见了曾经的自己，看见了那个拼命克制情绪、假装释怀，却始终没有真正放下的人。真正戳心的，从来不是失去，
而是明明还深爱着，却只能把爱藏进沉默，把思念留给时间，把遗憾留给自己。正是这份克制、隐忍与成全，让故事拥有了最真实、最深刻，也最令人久久无法忘怀的力量。你猜怎么着？最让我意外的，其实不是剧情里的那句迟来的告白，而是申浩南和翟一莹这对搭档本身。两人已经是第4次合作了，可神奇的是，他们依然能够演出第一次相遇时那种怦然心动、青涩又克制的感觉，没有丝毫套路感，更没有观众常说的审美疲劳。反而每一次对视，每一个眼神交流，都像是在讲述一个全新的爱情故事。很多人觉得 CP 感可以靠营销、靠宣传、靠话题炒出来，但真正打动观众的，从来不是热搜，而是演员之间那种细腻又真实的化学反应。申浩南和翟一莹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让观众沉浸其中，并不是因为他们重复了同样的表演方式，而是因为他们每一次都会重新走进角色，重新建立人物关系，让角色之间的感情自然生长。正因为如此，观众看到的不是两个熟悉的演员，而是真正相爱、彼此牵挂的人。尤其是在这部作品里，两人把那种爱而不敢说、想靠近却又害怕失去的复杂情绪诠释得格外动人。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，没有刻意煽情的桥段，仅仅是一个停顿、一次回眸、一句欲言又止的话，就足以让观众感受到角色内心翻涌的情感。这种细节上的拿捏，恰恰证明了他们不仅默契十足，更对角色有着深入的理解和精准的表达。而比演员表现更值得回味的，其实是这段故事本身想传递的意义。为什么我们会为一场迟来的告白而感动？为什么明明知道现实中等待一个人可能没有结果，却依然会被这样的故事深深触动？也许是因为如今的时代太快了，快到很多人刚刚心动就开始计算值不值得，刚刚喜欢就急着看到结果，刚刚遇见就担心失去。在这样的节奏里，耐心、坚持和等待反而成了一种奢侈品。而剧中的11年，不只是时间的长度，更是一份始终没有改变的信念。它让我们相信，真正珍贵的感情，从来不是一时的激情，而是在漫长岁月里，依然愿意守护一个人，惦记一个人，等待一个答案。哪怕这个答案并不确定，哪怕未来充满未知，也依然选择不轻易放弃。正因为现实中越来越少见，所以这样的深情才显得格外珍贵。它让我们想起，爱情最打动人的地方，从来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在漫长岁月里依然坚定地选择彼此。这种看似笨拙却无比真诚的坚持，也许才是真正能够跨越时间、打动人心的力量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。对于申浩南和翟一莹这份迟来的告白，你有没有被深深打动？如果是你愿意为了一个深爱的人等待11年吗？欢迎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聊聊属于每个人心中的爱情答案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